大家好，我們是小明和小紅。你們有沒有試過完美的計劃去一個新地方，然後突然發現自己站在十字路口，表情有點尷尬？就像我們現在這樣，你可能不會不學問路，就在中國旅行，对吧？今天我們要把這個迷路的窘境變成一堂超級有趣的中文課。我們的主題是地點和交通工具，我們正努力找到那家有名的休閒時光咖啡館。但是我的手機地圖好像罷工了，它一直叫我直走，但前面是一個大大的建築工地。哎呀，你確定你輸入的是咖啡館，不是工地嗎？算了，別靠科技了，我們試試問人吧，這可是練習口語的好機會。好主意，但我們應該問誰呢？那位戴眼鏡的女士看起來很匆忙。找一個看起來比較悠閒的。你看，那位正在看報紙的阿姨怎麼樣？她看起來很友善。好的，我去問問。阿姨，不好意思打擾您一下，請問休閒時光咖啡館怎麼走？哦，你說那個年輕人喜歡去的地方啊？你們走錯方向了。走錯了？我的天啊，那我們應該怎麼走？你先往回走，走到前面那個十字路口，然後往右拐。走大約10分鐘吧。看到一個大商場以後，咖啡館就在商場對面了。明白了，太謝謝您了，您真是個大好人。不客氣，快去吧。怎麼樣了？問到了嗎？我看你和他聊得挺開心的。問到了，他說我們走錯方向了，我們必須往回走到十字路口，然後往右拐。往回走，右轉，走路大概10分鐘。太好了，你都記住了嗎？十字路口右轉，這些可是 HSK 2-3非常實用的詞語哦。我們剛剛學到了迷路時最重要的句子，走哪條路？還有一個重要的提醒，問路時一定要先說一句不好意思，打擾一下。對的，而且別忘了，在問完以後要說一聲謝謝，這是最基本的禮貌。哎呀，10分鐘走路有點遠呢，我們走路還是找別的交通工具呢？我同意，但首先我們得走到那個十字路口，走吧。對了，小紅，如果不是10分鐘，而是更遠，比如要走30分鐘，你會選擇走路嗎？那當然不，30分鐘足夠讓我找到最近的公交車站或者地鐵站了。說得對，城市裡的交通工具真是方便多了。想象一下，我們現在如果在一個偏僻的山村，那就只能走路了。那樣的話，我們可能要錄一個在山村問路的特別節目了。不過現在，讓我們專注於城市生活。我們快到十字路口了。前面那個路口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站牌？是的，那裡就是我們的站場公交車站。走，我們去看看有沒有直達咖啡館的線路。我有點緊張。印章，我很少自己坐公交車，總是擔心坐過站。別擔心，坐過站沒關係，大不了就再坐回來。今天我們就是要克服這種小小的交通恐懼症。好吧，為了那杯休閒時光咖啡，我拼了。別忘了我們學到的，往回走到十字路口，然後往右拐。我們成功了第一步。請問怎麼走？往左拐，往右拐，直走。我感覺我就是這個區域的活地圖了。是啊，活地圖。但你的導航剛剛把你帶到工地上去了，
快看，公交車站牌就在前面了。哇，這個站牌上有很多線路號碼，1路、5路、K12路，簡直眼花繚亂。這就是我們第二部分的內容啦。接下來我們要學習的就是如何看懂這些複雜的公交線路，以及如何利用它們快速到達目的地。太好了，那麼問題來了，我們該坐幾路車？呵呵，找到了！你看，這一條12路車的終點站就是新街口大商場。完美，這就是我們的戰略，乘坐12路公交車。走，我們去排隊上車吧。上車之前，我們得準備好零錢或是交通卡，這是乘坐公交車的必備條件。對，很多城市現在都可以用手機掃碼，但準備零錢總是沒錯的。好了，車來了。我們快上去吧，不要擋住後面的人。我們終於上車了，感覺怎麼樣，小明？是不是沒有想象中那麼可怕？是啊，我成功的刷卡了，我投了2個硬幣，2塊錢，感覺自己像個真正的當地人了。恭喜你！現在我們來複習一下剛剛的詞語：刷卡、零錢、上車，這些都是坐公交車的關鍵詞。對了，小紅，車上人好多啊，我們運氣不太好，沒有座位了。沒關係，我們站着吧，站着可以更好地看窗外的風景。同時，我們也來學學車上的一些重要表達。好的，你看。車子到站了，車上廣播正在報站名。聽着，下一站是文化廣場，請下車的乘客做好準備。下一站，這是一個超級有用的句子，可以幫助我們知道自己到哪兒了。沒錯，我們目標是大商場。如果大商場是第10站，而我們現在在第3站，那我們還有7站的路程。7站，感覺有點漫長。小紅，我們怎麼知道快到了？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數站名，或者盯着手機地圖看。但重點是，如果我們不小心錯過站了，該怎麼辦？這就是我最怕的。如果錯過站了，是不是要等下一班車坐回去？是的，不過別擔心，大多數情況下，下一站你就可以下車，然後過馬路，去對面的車站坐反方向的車。哦，原來對面的車站是反方向的，這個知識點太重要了，反方向。沒錯。而且在公共交通工具上，禮貌非常重要。比如看到老人或孕婦，我們要說請坐。請坐。如果他們拒絕了呢？那你就說不客氣，或者沒關係。重要的是你表達了你的好意。咦，小紅，你看，我們好像正在經過一個地鐵站。對。在很多大城市，地鐵比公交車更快、更準時。我們這次坐了公交車，下次我們可以試試地鐵。地鐵，坐地鐵，坐地鐵有什麼不同嗎？當然有。首先，你需要知道地鐵線的名稱或號碼，比如1號線。1號線就像12路車一樣，只是名字不同。沒錯。其次，你需要在自動售票機上買票，然後進站刷卡或掃碼過閘機。買票、進站，聽起來比公交車複雜一點點，但效率應該更高。對，而且地鐵裡通常會有換乘站，就是你可以從一條線換到另一條線的地方。換乘站這個詞太高級了，HSK3的同學一定要記住。
嘿，小明，你看外面那個標誌，上面寫着大商場，下一站到達。哇塞，我們的目標快到了，我們得準備下車了。到站前請提前準備，不要急着推別人。沒錯，要說請讓一下，我們去後門下車。請讓一下，後門下車。我的心跳得好快，終於到大商場了。別緊張，現在我們下車看看周圍的環境吧。好，下了公交車，我們站在路邊，現在咖啡館應該就在對面了，對嗎？按理說是的，但你看，這個大商場的門口人山人海，我們得穿過馬路。穿過馬路是走斑馬線還是走天橋？這個路口沒有天橋，我們找斑馬線吧。記得要看紅綠燈，紅燈停，綠燈行。紅燈停，綠燈行，簡單明了。但是我發現商場對面好像不是咖啡館，而是一排出租車在排隊。哎呀，難道我們又走錯了？或者阿姨記錯了？不管怎樣，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完美的交通樞紐。如果咖啡館不在這兒，我們就需要啟動 B 計劃，打車。B 計劃打車，叫出租車，這正好是我們的第3個主題，完美連接。走，我們先過馬路，去看看那些出租車。綠燈亮了，我們快走。好啦，親愛的觀眾朋友們，今天關於探索城市主題的視頻第1部分就先到這裡。我們希望能在第2部分繼續和大家一起完成這段旅程。屆時，我們將繼續聊聊網約車、道路上的特色指引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。